大家好，我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萨偏偏，咱们继续解说古装神剧《琅琊榜》。上回说到，梅长苏靖王成功洗脱了劫走魏征的罪名，下降在天牢之中，依然贼心不死。他和秦般若发现誉王的生母就是华族末代玲珑公主。知道真相以后，誉王也蠢蠢欲动，想趁3月春猎，梁帝靖王离京之时，起兵谋反，与自己的亲生父亲刀剑相向。对此事尚且一无所知的梅长苏，能否助靖王脱险呢？且听我细细道来。经过几日的长途跋涉，川猎的队伍已经赶到了猎场。川日将至，万物复苏。在一派欢庆气氛中，梁帝带着几个儿子进行了围猎。梅长苏嘱咐跟随晋王而来的庭生，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，因此春猎的礼仪性质更重，不宜杀生。旁边的颜玉京见庭生有幸得到梅长苏亲自教导，羡慕不已。无论如何，玉京都想不到，早在他还未成人之时，梅长苏就已指点过他。只是世事多艰，岁月无情，故人就在眼前，他却无从辨别。在梅长苏的嘱咐下，飞流带着庭生骑马慢行。附近喜笑颜开的晋王，他看到了庭生之后，似是想到了什么，神色忽而凝重。这天，静妃趁梁帝午睡，命晋王带梅长苏到他帐中一见。静妃惴惴不安地等待着，却在见到梅长苏的那一刻愣了神。他没想到梅长苏竟是这般模样。落座之后，静妃便对梅长苏嘘寒问暖。晋王见母亲这一番关照，本就已经感到十分奇怪，静妃竟还要亲自为梅长苏侦查。他无非是想查看梅长苏身上是不是还留有林殊的印记，从而确认自己的判断。但看着梅长苏光洁的胳膊，竟然与当年的林殊完全不同。静妃又提出要为梅长苏诊脉，梅长苏难以推脱，也只好听命。静妃手指嘎搭上脉搏片刻，便已经颤抖不已，恐怕他已经察觉到梅长苏入骨3分的火寒之毒。见母亲悲痛至此，晋王忙上前关照，静妃却强硬的让晋王去给梁帝请安。晋王明知母亲就是为了支开自己，强行找了个借口，却也只得听命离开。他不甘心地站在帐外的空地上干等着。帐内，静妃已经哭倒在榻上，抽泣的说不出话来。静妃此刻不是宫里尊贵的娘娘，只是梅长苏的静姨，那个跟林家众人交好，从小给他做糕点，知道他不能吃榛子，如今又为他13年来所经历的一切哭泣的静姨。见梅长苏身体状况如此之差，静妃突然想到不能再让他继续操劳下去了，提出要替他完成剩下的计划。他也自信自己一定能够办成。然而这计划花费了梅长苏13年的时间，岂是能轻易交付他人的？他不仅不同意静妃的提议，还让静妃答应向晋王隐瞒他的身份。梅长苏出了大帐，晋王仍在外面等候。梅长苏自然是什么都没说，还告诉晋王，有时候不问也是一种孝道。晋王实在太过好奇，忍不住询问母亲，而静妃也只是说他的失态无关梅长苏，也无关眼前事，而是见了梅长苏的病，想起旧人旧事，故而有些伤感，在这勉强糊弄了过去。京城之内，誉王想要动手，还得借助皇后的力量。只要皇后下令将京城防卫的职责从巡防营转到禁军手上，他想封锁京城，让禁军无法支援梁帝春猎的九安山，然后以清君侧为名奇袭九安山。皇后一生母仪天下，没想到有一天竟被自己的养子逼到了谋逆的份上。然而他现在和誉王同处一城，由不得他不答应。此时的九安山却对此一无所知。这天，玉京和庭生正在梅长苏帐中读书写字。玉京还谈起晋王也注意到了庭生这个小家伙，对他的现状非常关心。就在这时，帐外传来嘈杂的声音。原来晋王的副将听说在京郊流窜了1年多的野人跑到了九安山，玉京听了颇感兴趣，也要跟着去凑热闹。这条埋了几十集的伏笔终于要开始回收了。梅长苏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竟发现自己帐外的侍卫居然是宫羽女扮男装假扮的。宫羽素来对梅长苏有爱慕之情，这次春猎黎刚、甄平都没来，他放心不下，这才混在了禁军之中跟了过来。九安山仍是春意融融的景象，京中却早已暗流汹涌。誉王借皇后之命潜入了禁军，又迅速与青绿军勾结，准备直捣九安山。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这里面竟存在一个变数。四姐与桐露真心相爱，眼见誉王谋反，他杀进了关押桐露的牢房，将他解救出来，并嘱咐他去给江左盟报信。生死攸关之际，桐露也顾不上与四姐的个人恩怨，两人齐心协力杀入重围。但两个人毕竟势单力薄，见后面的追兵源源不断，四姐毫不犹豫做出决断，舍命为桐露断后。与此同时，苏宅内驻守京城的黎刚和甄平，在梅长苏的嘱咐下，封了府上的密道，安顿好所有兄弟。如果誉王趁梁帝靖王离京有所异动，他们便会立刻撤退，留一座空宅子给他。这时，失踪已久的桐露竟突然造访，甄平气得剑指奸人，但桐露的陈情字字泣血，他与四姐情投意合，无奈被誉王利用。如今
自己又舍命保他出来传递消息，当务之急是派人通知九安山，誉王要谋逆。同路逃脱后，夏江也立即做出反应，派人严守城门，封住了去往九安山的道路。他们还突袭苏宅，却没料到偌大一个苏宅，一夜之间人去楼空。而最让夏江不解的，还是梅长苏如何解的那乌金之毒。秦派若猜测，或许和他中的火寒毒有关。夏江听到火寒毒3个字，心中一惊，他会因为此毒而识破梅长苏的身份吗？咱们暂且按下不表。夏江虽然对自己的防卫很自信，但真平和同路半路进军，杀出了一条血路。同路用血肉之躯为真平筑起一道阻拦追兵的屏障，用生命弥补了他的背叛，和心爱的四姐在这乱局之中一同陨落。誉王那头已然与驻扎在京城西边的庆历军达成协议。庆历军的都督许安摩虽然是废太子的表弟，但在重力诱惑之下，哪还有什么远近亲疏？誉王伪造兵符，假传圣旨讨伐九安山。庆历军5大统领要求查验兵符，其中1人却被许安摩绞杀，其他人见状也只得俯首称臣，发兵九安山。此时真平也顺利将消息传递给了梅长苏等人。王志提议立刻禀报梁帝，梅长苏却不同意。一旦梁帝得了消息，便会立刻起驾回宫。誉王知道了，有可能马上收手。许安摩也有足够的时间销毁证据，到时候京城没有任何异动，晋王口说无凭，只会招来梁帝的猜忌。而如果在半路遭遇庆历军，他们则没有力量对抗，下场比招来猜忌更糟。进也不是，守也不是，大家似乎陷入了僵局。梅长苏的一个动作让晋王记起他的小叔，震惊之情难以掩饰。梅长苏也意识到不妥，以一时情急作为借口，赶紧转移话题。他推测庆历军出兵迅疾，一定不会绕过通往九安山的井哨，到时候事情自然会传到梁帝耳朵里。果然，不久之后，井哨上幸存的士兵传来了誉王谋反的消息。晋王和梅长苏商讨应对之策。九安山只有3000禁军，庆历军却有5万，山上的禁军据险以抗，最多只能撑3天。梅长苏安排晋王到最近的蓟城搬救兵，3天之内务必返回。然而蒙挚发现了其中的问题，梅长苏准问晋王3天回不回得来，却没有考虑晋王怎么从九安山突围。其实梅长苏是故意不提这点，没想到蒙挚偏偏要点破。梅长苏一时语塞，只能顺着晋王的话说，确实是听明皇郡主无意提起。不等晋王追究，梁帝传旨急召晋王，这才把这档子事糊弄过去。梁帝无论如何都想不通誉王居然会谋逆，晋王一语道破天机，誉王只需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杀过来，杀了自己和梁帝，日后就能昭告天下，他是为了讨伐自己这个逆贼。不料在过程中，逆贼杀死了梁帝，到时候他自然就能顺理成章的称帝。晋王将他和梅长苏制定的计划全盘道出，梁帝应允，立即着手写诏书，晋王却打断了他。禁军已经在誉王手里，就算晋王拿着诏书回京，也未必能搬得动禁军，因此他需要借梁帝的兵符去搬继承军。梁帝不敢相信京城已然陷落，更不敢把兵符直接交给晋王。在如此危急关头，他也只能选择信任晋王。话虽如此，但晋王关心的人此刻全数在九安山上，他难免瞻前顾后。虽然梅长苏和蒙挚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，但3000对5万差距太大了。万一誉王攻破九安山，到时候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没准反扣晋王一个谋逆的罪名。到那时他尚可存活，可是他的母妃和梅长苏、蒙挚等人都绝无生还的可能。梅长苏嘱咐晋王不可为私情拖累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他就该直捣京城，号令天下，绝不能让誉王得逞。见梅长苏心意如此坚决，晋王只好断了一切杂念，只管往前冲。而居住在九安山的禁军如何防卫，又成了一大难题。营区地处草原，地势开阔，没有攻防优势，兵马士气更无优势可言，因此他们得先发制人，杀誉王一个措手不及。在蒙挚的带领下，九安山禁军主动出击，誉王的前锋部队损失惨重。见九安山有所防备，誉王命大军就地安营扎寨，背地里去派人包抄了九安山大营。好在梅长苏拿捏住了誉王的心态，在山腰设伏，禁军借居高临下的优势，一举重挫誉王的伏击部队，断了他合围包抄的念想。誉王仍不死心，趁夜深人静，月黑风高，派人奇袭九安山营地。可梅长苏也早有准备，梁帝以及皇族朝臣早已退到山上的猎宫，营地里只有成堆的火雷。梅长苏虽然神机妙算，但庆历军毕竟有人数优势，经过一场大火，他们少说还有3、4万人，串列队伍已经退守到了猎宫，退无可退。如今之计，唯有死守，等待援兵。禁军守卫在猎宫门口，玉阶也带领着各府能用的人手做最后一道防线，守卫在大殿门外。岗亭上，哨兵向蒙挚通报敌军的距离，一场厮杀徐徐拉开帷幕。禁军纵使居高临下，无奈叛军源源不断涌上来，射出的火箭甚至直达猎宫正殿大门。城墙上，禁军用石块、树桩阻止叛军越过城墙，可很快储备就被消耗一空，只能放火烧。但敌人攻势凶猛，只见火箭不断飞来，想爬上城墙盗幽的禁军倒下一批又一批。殿内的纪王彻底慌了神。
严活的一番话似乎激起了梁帝少年时代的回忆。曾几何时，他也和严确、林谢年少轻狂，仗剑天涯。殿外一批批将士都没能成功攀上城墙，单凭飞剑插入门框，飞身而起上了城墙。他不顾向他袭来的飞剑，终于成功的将油桶推下城墙。就在宫城内的禁军以为大火足以拖住敌人之时，对宫门持续的撞击却并没有停止。这道门是大梁最后一道防线，已经使尽各种拖延政策的禁军只能以肉身相搏。叛军最终还是冲破了宫门，禁军将士拼尽最后的力气与来者血战到底。宫羽、玉京以及更多的世家子弟，这些没有真正见过血的年轻人，也都豁出性命保卫他们所爱之人。就在禁军筋疲力尽，眼看就要支持不住的时刻，女皇郡主身披银甲，带着先头部队赶到。只见他挥枪砍断叛军帅旗，一枪结果了叛军首领许安摩。女皇原本在距离九安山不远的皇陵为太皇太后守孝，靖王在去继承的路上派人通报了霓凰，他率1000守陵卫士先行支援，靖王则在后面带领继承军清理其余叛军。一入大殿，霓凰除了问候皇帝圣安，便是确认爱人的安危。叛军营地之中，誉王对自己的溃败难以置信，来不及他细想，清剿他的人已经来到了帐前。昔日兄弟如今操戈披甲，誉王仍不服输，想和靖王一较高下，但靖王出身军旅，结果可想而知。了结这一切之后，靖王才进入列宫向梁帝复命。见他关心之人都安然无恙，靖王悬着的心也放下了大半。看着他今年面圣的背影，梅长苏深知从此以后靖王的夺嫡之路上再也没有任何障碍。靖王继位以后，除了汇报战况，第一件事就是交还兵符。梁帝由此也更信任了他几分。他亲自去见誉王，却没料到誉王早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对谋敌之事也全无悔改之意。誉王对自己的一切罪名供认不讳，他自知这是此生最后一次与自己的主君，也是自己的父亲对话。他只想听父亲亲口告诉他，他的生母到底是谁。梁帝心动不已，老泪纵横。他承认，他的确为了解决后患而灭了华族上下，但誉王的生母的确就是祥嫔。见父亲时至今日仍不肯以诚相待，誉王崩溃的大吼，梁帝却再也没有回头看他一眼。另一头，靖王蒙挚清理战场，向梁帝汇报战果。梁帝竟下令，叛军之中无论被俘还是投诚，一律就地处死。靖王听了大惊，这一惩处会波及2万人，他据理力争，将官有可追究责任，可士兵只是听从号令，被奸人蛊惑。一旦2万人头落地，这无疑是昭告天下，皇室的确生变，有损天下颜面。好面子的梁帝听后也觉得有理，便放弃了原本的想法，并蒙挚先行回京，整顿京城。待一切尘埃落定，他再起驾回宫。列宫上下内监侍女们清理着残垣断壁，废墟之上也藏了一些青年男女的小心思。久不见自己心上人的霓凰，终于得以跟梅长苏聊上几句。梅长苏知道霓凰见宫羽跟着自己，心里难免不舒服，连忙澄清宫羽是主动跟来做他的帐前侍卫。有个细节我没提，霓凰刚和梅长苏相认的那段时间，喊的都是林叔哥哥，因为他们当年分别之时，霓凰只有10几岁。后来时间久了，估计霓凰也觉得此称呼不妥，毕竟2人都已成年，所以之后对梅长苏便以兄长相称。这样的好剧，连一个称谓这种小地方都下足了功夫，大家弹幕可以刷一波严谨了。书归正传，靖王在处理誉王及叛军的同时，不忘下江仍然在逃。梁帝虽不愿多看下江的供词，靖王却在其中看出了端倪。下江的供词中，其实10之8九都是确有其事，但他为什么要编造梅长苏是齐王救人？难道自己先前在怀疑是真？梅长苏真的就是林殊？靖王显然没想到自己会听到这么一个答案，表现了有些失望。正在此时，外面的喧闹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。靖王的副将抓住了那个传说中的野人。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野人原本十分凶猛，待看清来人是梅长苏以后，却收敛了脾气。梅长苏柔声与他沟通，野人也应声而动。梅长苏的手扶在他的腕上，他竟也没有反抗。梅长苏好像认出了他的本来面目，承诺会好好安顿他。野人却眼睛发红，逐渐狂躁，似是要把眼前人一口生吞。虽然众人都劝梅长苏远离那野人，梅长苏却执意要带他回房调理。他不停地安抚野人，给他洗澡吃药，甚至还放自己的血给野人喝。在他的帮助下，野人安静了不少。梅长苏提出要看野人的左手，因为上面戴着的是赤焰军的手环，而环上刻着他的名字，上面赫然是聂风2字。所有人都以为聂风早就死在梅岭战场，只剩半副尸骨。夏宗甚至每年正月初5都会为他祭扫，谁成想他竟以这般模样存活在这世上。梅长苏直言自己是林殊，聂风也是无比的惊讶，没想到昔日驰骋沙场的少帅，如今就是这般温柔的模样。聂风也是感慨万千，一肚的话有口难言。深夜，梅长苏求见靖王，难得向靖王开口提要求，他想拜托靖妃医治野人。靖王虽不解，但也应允下来。更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跟母亲提起此事，靖妃居然十分爽快地答应了。
经静妃诊治，聂风中的火寒毒不深，但仅凭他的医道，也仅能压着毒性1-2个月内不发作。想要根除，还需另请高明。其实梅长苏也早有打算，让令臣尽快来京。趁静妃切脉行忍的间隙，靖王见梅长苏腕上确实有割腕放血的痕迹，更不由得怀疑梅长苏与这个野人究竟是什么关系，母亲又与梅长苏是什么关系？其关系被人到如此地步。静妃见靖王不得了一个答案，不肯死心，只好向他透露梅长苏是故人之子。当年静妃跟随师傅行医，被当地一霸欺凌，梅长苏的父亲出手相救，这才保住了性命。静妃和梅长苏虽然这么说，但靖王仍有万千不解之处。见面贤二人言尽于此，他便没有继续追问。只是他发现每个人都有秘密，让他觉得自己无比孤独。静妃劝导他，夺嫡本就是一条孤独之路，越到高处心越寂寞。但总有一天，他回望过去，会发现挚爱亲朋原本就在他的身边。静妃的一番话引得靖王又是一番遐想。而在梅长苏房内，他将所有的药都留给了聂风，自己毒性发作却无药可医，真明白飞流喊人帮忙。在陌生的猎宫里，飞流实在不知该求助何人，左右为难之际，只能对着对面靖王的门大喊水牛。靖王见状，当即请静妃前来。静妃行诊之后，毒性虽未抑制，但梅长苏在病中精神恍惚，差点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。静妃故意掩饰，只说是他病中抑郁，却又激起了靖王的万千疑惑。翌日，霓凰郡主听说了，急匆匆地跑去找静妃询问梅长苏的病情。他怕静妃起疑，先是找借口说梅长苏与他有恩，所以才如此关心备至。静妃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是向他点了点头。霓凰便明白静妃已经什么都知道了。他再压抑不住自己的情感，终于在静妃面前流下眼泪。经过静妃的诊治，梅长苏的确好了不少。他刚一醒来，一直守在旁边的靖王便问梅长苏，他父亲的名字叫什么？既然梅父与静妃有恩，他没有不知道恩人性命的道理。梅长苏反问靖王，为何不去问静妃？靖王倒也坦诚，直言之后会找静妃再问一次。无奈之下，梅长苏只好缓缓吐出一个名字：梅石南。得到答案之后，靖王果然立刻找静妃核实。静妃一开始虽有刻意回避之嫌，但最终也说出了梅石南这个名字。得到答案后，靖王神情落寞而失望。他向母亲道出了他的想法。就在前一夜，他几乎可以确定，眼前的梅长苏就是他朝思暮想的小叔。可如今，这幻象却又被无情击破。他甚至觉得自己几乎疯狂，竟把如此不相像的两人联系在一起。此时，京城的消息传来，蒙挚已经重新接管京城防卫，两地可以随时起驾回京。只不过，夏江趁乱逃出了天牢。起驾回京前，两地还要决断另一件大事，那就是立储。他找来晋王进行商讨。如今太子已废，誉王谋逆，河南上位其实显而易见。但梁帝不明白，晋王率领继承军救驾时，九安山禁军战力几乎为零，他当时手握兵符和卓越功勋，完全可以跟梁帝提要求。然而他却十分爽快地交还了兵符，这让梁帝非常惊讶，甚至怀疑他是否对东宫之位并不感兴趣。晋王顺着梁帝的话接了下去。伴君如伴虎，晋王之所以能做这么多年的贤太王爷，全靠他装糊涂的本事。其实梁帝心里早有盘算，叫晋王来也不过是给自己定定心。从大殿出来，晋王不禁感慨，从一代贤王萧景瑜到后来前太子和誉王，明争暗斗10余年，天下最终竟落到了原本不被宠爱的萧景琰手上。梅长苏上前搭话，主动提起了庭生的事，还替晋王感谢晋王力保庭生。原来当初齐王妃在夜游亭，是晋王暗中出力帮庭生借了别人的假身份，这才侥幸偷生。平时总是满面喜色的晋王面色也严肃起来，没想到自己这一点点暗中之举，还是被秦眉才子看穿了。诸事就此落定，梁帝终于摆驾回宫。最先被处理的当然是皇后，作为誉王同党，同时又是大梁多年以来的国母，皇后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长期受着欺压的惠妃，如今是后宫资历最深的娘娘，待梁帝发布诏令，贬皇后为尼。而刚刚被押解回京的誉王，也被关在了誉王妃的对面。誉王妃倒是心甘情愿跟自己丈夫共赴黄泉，只是可惜了她腹中的孩子。誉王本已经气焰全无，可听说自己有了骨肉，他又激动起来，想为自己的孩子搏一条生路。一直在旁边的梅长苏目睹了誉王夫妻二人的痛苦挣扎，他亲赴天牢，为的就是送誉王一程。誉王对自己的一切罪行完全没有悔意，坚持说奇袭九安山是他此生做的最痛快的一件事，成王败寇，大不了落个跟当年齐王一样的下场。见誉王主动提起齐王，梅长苏一时愤慨。见梅长苏对齐王的执念如此之深，誉王也终于相信下将的说法，梅长苏确实是齐王救人。但事到如今，他早已认命，对梅长苏的真实身份更是不感兴趣，只是感叹这世间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萧景瑜了。哪怕是今天的靖王，恐怕也只能遥望齐王当年的项背。这天，梁帝从梦中惊醒，在睡梦中看见陈妃奔向自己。惊醒后，高湛刚好呈上了誉王的供词，供词中提到王妃已有身孕，
请求梁帝看在父子一场的份上，放母子二人一条生路。或许是因为对故人心生愧疚，梁帝决定亲自去天牢看一看誉王。可没想到，来到天牢，等待他的竟是誉王冰冷的尸体。誉王还留下了一封血书，他原本想等梁帝亲自处决自己，让生身父亲愧疚一生。可如今他也成了父亲，他愿用自裁换妻儿一个平安。只是他不知道，誉王妃听闻誉王自尽，也自杀殉葬了。梁帝当即急火攻心，晕了过去。而京郊长亭外，一辆马车碌碌而过，里面坐的正是真正的誉王妃。原来梅长苏猜测，以梁帝的性格，就算今日不追究，往后也未必能让誉王妃母子安稳度日。况且誉王之子在京城中也难以自处，因此他让蒙挚用一个病死的女囚代替了誉王妃，让真正的誉王妃母子远遁江湖。誉王余孽当中还有一人尚未落网，那就是誉王的谋士秦般若。下江逃亡路上，嫌弃秦般若碍手碍脚，于是丢下了他。然而他虽足智多谋，身手却不咋地，无论怎么逃都逃不过费溜的追捕。这里其实也和之前的伏笔呼应，秦般若曾经弄坏了庭生送给费溜的木雕小鹰，因此费溜此时才不断戏弄他，还挺记仇。秦般若最后竟落到了刚到京城的琅琊阁少阁主令臣的手里。抓住秦般若之后，令臣便到苏宅为梅长苏和聂风二人看病。他判断聂风的毒性只有梅长苏的30%，他自信能够医治，只是具体要怎么治，还需聂风和夏冬夫妻二人好好商议。一边是誉王彻底倒台，另一边晋王即将正式入主东宫，梁帝正张罗着给晋王挑选正妃。这天，晋王准备带着王妃进宫帮忙长眼，爱凑热闹的玉京听说了，也前来打探消息。晋王却打趣他，想当初玉京出生前，人们都以为燕侯夫人怀的是女儿，好多豪门贵胄都上门订娃娃亲，就连晋王妃也去抢过，不过最后没有成功。后来燕侯夫人生的竟是男婴，这门亲事也就告吹了。至于当初到底是谁抢到了玉京这个媳妇儿，大家可以猜一猜，这里我们先按下不表。最后综合各方势力以及候选人个人素质，中书令柳成的孙女被选定为晋王妃的人选。从玄女寺劫囚一直到誉王谋逆，这一系列的动荡终于随着秦荣一派的没落而结束。聂风也终于平安归来，只可惜夏冬仍在狱中，一时半会儿难以出狱跟聂风见面。宫里听说梅长苏等人正在为此事烦忧，主动提出自己可以一笼调包代替夏冬，让他们夫妻二人提前团聚。另一则对于梅长苏等人来说算得上是利好的消息也同时传来，原来前州服苦役的谢玉在采石场被乱石砸死，不管是意外还是被人报复，谢玉的死刚好可以为晋王所用。此刻下江讨顿，皇帝垂暮，晋王威望正高，正是重审赤焰旧案的好时候。现在差的就是挑起此事的契机，而那契机正是黎阳长公主手上那份谢玉的手书。谢玉如今是苦役犯，等他的死讯通过驿站传到京城，少说也要1-2个月之后。到那时，晋王重审赤焰旧案的契机也就来了。话虽如此，但晋王自列宫归来，兴致并不高涨。沈追猜测他是想起了13年前的齐王旧案，那时沈追刚刚入仕，齐王名声在外，朝中为他作保的大臣不在少数。只不过事情越搞越糟，人杀了一批又一批，京城中血流成河，好几个府邸都被杀绝了。从此再无人敢提起齐王。沈追还提到，当初主审此案的虽是夏江，但下定论的却是梁帝本人。如果晋王执意要重审，就是让梁帝承认自己的错误；而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梁帝只会以为晋王居功自傲，不把他这个皇帝看在眼里，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。耿直如蔡权自然看不惯沈追如此弯弯绕绕，但沈追毕竟出身皇族，是安治里头的门道。当年的真相到底如何，于梁帝而言并不是第一位的，而在于以当时齐王的能量，他想反随时就可以反，梁帝自然对他心生忌惮。而刚刚上位的晋王绝不能让梁帝以为他是第2个齐王。晋王虽然心中愤慨，但沈追字字珠玑，他只能暂时韬光养晦，终于挨到了正式册立。自从经历了誉王谋逆，梁帝身体一直抱恙，既然太子已立，他便下旨命太子监国理政。太子正式册立以后，夏冬也被从天牢换了出来。虽然聂风模样大改，可他一点都不嫌弃，为了有生之年能与心爱之人重逢，激动落泪。短暂的喜悦之后，令臣为他们揭开了残酷的真相。聂风所中之毒跟梅长苏一样，都是火寒毒。当年在梅岭之上，他们都被火烧成重伤，本来绝无生还可能，最后却掉入血窝，被血疥虫啃噬全身。这种虫子能抑制烧伤，却也会释放寒毒，便形成了这种特有的火寒之毒。中毒者最终会变得像聂风一样，长满白毛，口不能言。毒性发作时，只有饮血才能平息。要解此毒有2种方法，前者能彻底解毒，但代价是削皮挫骨，换了容颜，看上去虽然与常人无异，却因为元气大伤，至多只能活到40岁。后者不能彻底解毒，长毛和口不能言的症状也不能完全好转，但好处是不损阳寿，得享天年。为了长相厮守，夏冬和聂风最终都决定选择第2种解法。然而
令臣已经把第一种解法的残忍之处尽数道出。在场的蒙挚和霓凰虽然知道梅长苏的情况，却是第一次听说他的情况如此糟糕，都不免大为震惊。蒙挚甚至当场发作，怪梅长苏太过胡闹。梅长苏只好将他俩带出去单独解释。夏长廷姐魏征叫梅长苏少帅，也才终于明白，进京2年的梅长苏就是自己从小看着长大的赤焰军少帅林殊。面对蒙挚和霓凰，事到如今，梅长苏也只能实话实说。他之所以要经受那削皮挫骨之痛，为了就是换一副正常人的容貌和口舌，因为他有太多事情要筹谋要做，容不得他浑身白毛口不能言，躲在那深山老林里苟且度日。如果他像霓凰、蒙挚和万突出，他们势必会对他有1万个不放心，他们的关爱也会成为他的负担。现如今，一旦太子知道聂风的真实身份，梅长苏究竟是何人，恐怕也就瞒不住了。但太子现在不能分心，只有当他的势力足够稳固的时候，才能重翻旧案。蒙挚不解，何不等太子登基，到时候翻案岂不是容易了许多？梅长苏却斩钉截铁地否定了这个想法，赤焰旧案必须在梁帝在位的时候重审，等太子当政，此番复案本就不妥。更何况天下人都会以为太子此举是念及旧情，可齐王和赤焰军要的必须是彻彻底底的清白，因此他们必须让梁帝自己推翻当年的结论。梅长苏要的从来都不只是复仇，而是名正言顺的沉冤昭雪。蒙挚见辩不过梅长苏，也只好放弃与他争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霓凰一直眼含热泪，倚在门边，始终一言未发。他自责于没能在梅长苏最痛苦的时候陪在他身边。见爱人如此心痛，梅长苏其实也自责于无法平衡忠义和儿女私情。不过往事俱如烟，霓凰此刻更关心梅长苏究竟还有多长时间。梅长苏到底还是没有忍心告诉霓凰，像他这般操劳，哪里还有10年可活？众人刚刚离开苏宅，梅长苏就倒了下去。常年点灯熬油，几乎耗尽了他本就不旺盛的生命力。经过玄镜司和春烈2次折腾，他的身体状况更是每况愈下。可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，他要看着太子大婚，看着谢玉的死讯传到京城，看着赤焰旧案重审。10年不敢奢望，可这1年半载他是必须争取的。就在这1年半载中，太子稳扎稳打，一步步做出了成绩，也赢得了人心。兵部尚书李林纵横官场数十年，习惯了尔虞我诈。当初他党附于前太子，自磨坊爆炸后，他还没事找事贪了靖王一本，因此惶恐新太子秋后算账。可他没想到，太子仍是照例给他安排任务，并没有刁难他的意思。他实在摸不透这位新太子的脾气，甚至提点他，新太子与众不同，认真办事就是讨他欢心，其余的花招在他面前一律不管用。最近梁帝又交付了太子一项任务，多年以来，大梁皇亲贵胄逐渐繁衍生息，规模过于庞大，每年供养他们的消耗也越来越多。如能减爵降俸，也会给皇室省出不少。梁帝当权时，碍于大家都是亲盟手足，不好动谁的利益。如今太子监国，劲头正盛，刚好可以显显他的锐气，替梁帝去得罪人。太子考虑的也十分周全，找来晋王和严侯帮忙。这2位在皇室宗亲中影响力非同一般，有他们出马，必然能事半功倍。太子这边如日中天，夏江这头也是朝夕必争。自从逃离天牢，夏江躲在同党家中，他坚信只要梁帝知道了梅长苏的真实身份，太子的恩宠便会烟消云散。同党的侄女在宫中做贵人，他安排这位贵人向妃太子生母岳贤妃传递消息。岳贤妃深知夏江已是逆犯，与他有了牵连，绝没有好下场。然而夏江信上所说实在让他心动，他也相信夏江手上的筹码足以扳倒新太子，到时候梁帝自然就会想起东宫过去的主人。岳贤妃配合夏江演了一出戏，说是病情危急，需要能见上梁帝一面。他趁梁帝探病向他透露，自己近日偶然获得一封密函，里面是夏江的口供。夏江特意提到梅长苏正是13年前的梅岭余孽林殊。琅琊榜第43到48集的内容就说到这里。至此，晋王正式入主东宫，为赤焰军翻案指日可待。然而夏江却在此时去而复返，打算做最后的殊死一搏。这期还有一个小细节值得一提，静妃自从发现梅长苏就是林殊，一直心系这位晚辈，关心程度不亚于自己儿子。众人都知他年轻时被林燮所救，后来居于林府，陈妃产后便进宫服侍，又受梁帝宠幸，生下靖王，封了嫔位。林殊也算是他看着长大的，管他叫静怡。但可能很多观众没有注意到，于静妃而言，林殊远不止故人之子、儿子密友那么简单，他更是静妃挚爱之子。虽然不管原著还是电视剧都没直接表现过静妃的少女时代，以及她和林府中人相处的细节，但后来某次她望着庭院里的楠树发呆，准太太妃问她是因为喜欢楠树吗？从这期我们也了解到林燮曾化名梅石南，这楠树自然就象征着林燮。可惜林燮出身贵族，婚事大半身不由己，静妃出身低微，能成为林府的座上宾已是不易，他只能把自己的爱慕寄托在楠树上，就像他梦爱着林燮一样。
如今他也把这份关心转移到了林夕的儿子身上。据说《琅琊榜》第3部已经定档了，担心希望能把上一辈的故事拍出来。好了，在下期视频，夏江与梅长苏终于迎来了最终决战。在多疑的梁帝面前，梅长苏的真实身份究竟还能不能藏得住？他和靖王为赤焰犯了大计，又将如何进行？孱弱多病、油尽灯枯的他，又会迎来怎样的未来？下期就是《琅琊榜》的大结局了。已经做到了这里，不管大家点了多少，这最终回偏偏都一定会更新。咱们不见不散，拜了个拜。